美国经济一夜陷入动荡，美财长就经济衰退问题做回应，没想到被同事嘲讽只会玩文字游戏，不负责任。佩洛西触动中国红线当天，美股三大股指下跌。第二天，今日俄罗斯就发布了一篇报道，一针见血地表示，美国经济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美联储的措施更是药不对症，直接给美国经济来了个雪上加霜。美国第二季度 GDP 出炉，成绩比以往还要差。美国 GDP 已经连续2个季度负增长了。美国财长强调，这种情况呢，并不是经济学家定义的经济衰退，美国经济发展有所好转。没想到转头就被共和党参议员嘲笑逃避责任、玩语言游戏。现在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表示，美国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是愈发的悲观，他们预计美国第3季度的经济增长也会放缓。美国劳工部放出的数据更是让美国人焦虑。数据显示，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在上升，房地产、汽车、金融行业的公司也开始裁员，因为他们看不到经济出路，只能够把招聘这事儿再放一放。公司的支出是能省则省。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开口说了，未来经济增长还会放缓，劳动力市场也可能会走软。现在所有人呢都在等美国经济研究所做出一个结论，看2022年美国经济是否达到了顶峰。如果达到顶峰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物极必反，美国经济要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届时呢，美国政府说的什么经济没有衰退都会变成一句空话，相当于给拜登政府的政治措施下了一个不合格的定论。那么11月份的中期选举，拜登基本上就彻底没戏了。美国在野党一定会拿经济衰退当砝码，全力抨击拜登政府。最严重的就是到时候呢，可能会引起市场情绪波动，美国经济会再次面临衰退。美国政府呢一直试图用美联储加息来拯救美国经济，但是我国经济研究专家肖立胜认为，一般来讲呢，加息这种货币政策是通过宏观影响来拯救经济的。但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非常严重了，都和宏观周期脱节了。其实呢，对解决通胀问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。就比如美国的住房市场，美联储呢想用政治强行刺激它价格上涨，但是这种大市场是很稳固的，在价格方面有一套自己很强的惯性，短期的政策变化影响不到住房市场。如果美联储一直加息的话，反而会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严重冲击，那岂不是一个死循环吗？美国经济如何能不衰退呢？俄罗斯媒体对这件事的分析评价呢更是犀利，直接就说美联储的解决方案是漏洞百出，毫无新意，绝对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风险。俄媒一针见血表示，美国通胀的根本原因就是大企业垄断，市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，甚至有很多大企业利用通胀危机抬高产品价格大赚一笔。比方说壳牌、埃克森美孚、雪佛龙，他们这段时间的利润呢都创纪录了。连美国政府都承认大企业正在发国难财，但是美国政府居然无动于衷。我国中信证券研报也发生了，确认美国经济已经步入技术型衰退，美联储继续加息，那么未来美国经济状态很难逆转啊。美国政府要是再放任大企业发国难财，还不打算治理疫情的话，那么情况还会更加的糟糕。全国都是疫情，去哪里搞劳动力呢？供应链也连不起来，那么美国经济一定会变得更加糟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您点赞并关注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